真的建议明星别卖穷了。前有王传君哭诉最穷的时候，银行卡里只有100万；先有上官喜爱称9个月没收入。你们高高在上，一个通告几百万，我们普通人几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。都这样了，怎么还哭穷啊？19日，女偶像上官喜爱的采访视频登上了热搜，说自己已经9个月没有收入了。据她表示，她现在还欠公司80多万，现在应该还欠80多万。因为这样一个采访，瞬间让真的建议明星别卖穷了上了热搜。上官喜爱在采访中的一些言论也让人观感不佳。本来还是有网友对她产生了同情的，可是没想到转头就听到上官喜爱和她的队友在规划未来的时候，一脸理直气壮地表示：“我们只是想有工作而已，这是合理的工作，然后1个月就是可以有一些正当的收入，哪怕几万块也好。对。”就不一定几万块已经很高兴了，我就觉得1万多2万块钱，我觉得这是一个26、7岁能还选择依旧来北京闯荡的一个，我就期许。至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能看得出来是真的认为自己现在过得很惨了。但我的关注点是，他们在娱乐圈都混得那么惨了，还在想着收入最起码不能比普通人低，1个月几万块是他们被社会毒打后最终的妥协，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比普通人收入高一点。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共情卖惨的明星呢？因为这些明星就算再惨，也始终认为自己比普通人高一等啊。随后还有网友发现，在他的超话中，有人组织粉丝为他邮寄生日礼物，并且详细的注明要怎样邮寄才能确保到达上官喜爱本人的手中，以及严禁到付的行为，还表明不要食品类，这不明摆着就是要钱吗？而在娱乐圈中，哭穷的明星比比皆是。富婆 baby 称买不起上海的房，陈浩民无奈回4000万别墅将就。baby 在娱乐圈混迹这么多年，尽管演技不咋地，接的戏和综艺可是不少，还是教主黄晓明的前妻，家里的钱恐怕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吧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对着镜头脸不红心不跳地直言自己太穷了，根本在上海买不起房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：上海那些漂亮的法租界的老洋房，然后各种新房，反正看了很久房子，还是买不起。咱就是说，你拍一部戏就值8000万，说出这话来谁信啊？普通人几辈子能挣到8000万呢？而 baby 本人的豪宅就坐落在上海的市中心，能在这里买得起房还敢哭穷？香港著名演员陈浩民还曾在20年自嘲自己由于缺钱的原因，不得不搬离市中心的大房子，只能回到价值仅有4000万的别墅里将就。还有《爱情公寓》里的关谷王传君，关谷一角一直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之一。不过王传君对于这部剧却是一点都不感恩。在系列电影立项的时候，王传君就明确拒演，一句关我屁事回应观众，更是让人十分失望，还暗讽这部剧抄袭太多，颇有一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忘恩负义行为。在此角色之后，他接不到通告，曾在采访中语出惊人：我穷的只剩下100万了。果然明星的穷和普通人的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杨幂卡里没钱，赵露思龚俊还房贷，王鸥买不起房，这真的不是凡尔赛式的哭穷吗？我们都知道杨幂是圈内的拼命三娘，自然干得多挣得多。但是杨幂在某次采访中称自己卡里没钱，后来在主持人的步步紧逼之下，才说自己绑定发红包的卡里还是有个5万10万的。爸可能定期的会给我发点零用钱，5万10万还是有的。这一番操作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。和杨幂有关联的演员王鸥在某综艺节目里抱怨工作，早就想退休了。那师傅马上可能就把我们放下了。是因为北京的房子太贵，要不然早就退休了。而耿直人大张伟听完王鸥的抱怨后，一脸不解地问道：要买小区是吧？王鸥出道多年，在北京买一套房子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？新晋顶流龚俊也时常把房贷人挂在嘴边。不过据网友爆料，他在成都买的房子可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，8万一平，整个房子买下来得7000多万。还有网剧一姐赵露思也表示自己要还房贷。不知道这些日进斗金的明星们都是买了多大的房子才需要还房贷啊？秦海璐很多年前谈明星片酬就说了大实话。其实在这个行业里，没有人会成亿万富翁，但是也绝对不会有人饿死。所以你说差不差钱？不差钱。我们挣的这个片酬，可能拍一部戏的片酬够老百姓活一辈子的，或者是说你说我哪怕就是说几十万，你也可以过好几年。对，是一样的，你饿死是不可能的。再纵观以前被罚的明星，动不动就上千万上亿，所以说各位明星真的别再卖穷了。